这个肤白貌美、大长腿的女人名叫芷兰。面对警察的围攻，她气定神闲地走下车，还不忘给后座的宝宝戴上墨镜和耳机。就在众人为她的美貌出神时，芷兰从身后掏出一个大宝贝，将警察们轰成了马蜂窝。搞定后，芷兰收起大宝贝坐上车，她的爱人天丽也满载而归。天丽刚刚抢了一个黑帮的钱和枪，一家3口驾车离开，路上还将打劫来的钱扔给讨薪无果的劳工们。1年前，天丽还是个奉公守法的小市民，一个意外却让她沦为草寇。这天，上司雷有才安排天丽带着500万巨款到银行存钱，路上却遇到大堵车。天丽又因为前一晚吃坏了东西，一整天都在闹肚子。同事见状便提议前面路口放她下去上厕所。车子一停，天丽便捂着肚子急匆匆跑进厕所。还没等她解决问题，外面便传来打砸声。天丽急忙跑出去查看，眼前的一幕却让她当场双腿一软。2个同事鲜血淋漓地躺在车里，装满钱的钱箱也不翼而飞。负责这起劫案的陈警官觉得一切太过巧合，天丽刚好拉肚子，又刚好堵车，劫匪又刚好在他离开的时间作案，没有内应的话，实在不可能如此顺利。天丽自然听出了言外之意，他解释自己在公司做了10几年，每天经手的钱都有几百万，绝不可能是内鬼。这时老板雷有才也来到了警局，天丽希望他能帮自己作证，没成想对方却认为人心隔肚皮，话里话外都表示不相信天丽，让他好好配合警方调查。警察们没有拿事实摆证据，反而对天丽进行了刑讯逼供，还勒令他不老实交代就不准上厕所。天丽表示香港是个讲人权的地方，警察无权不让自己上厕所。这时一个杨警官走进来，大声咆哮：“我的地盘我做主，谁有人权谁没有都是自己说了算。”天丽的辩意也终于忍到了极限，一阵恶臭传来，杨警官气得吹胡子瞪眼，还没人敢违抗他的命令当众排泄，于是便示意手下对天丽拳打脚踢。一旁的陈警官表示眼下证据不足，无法起诉，还是要先将人放了，打得太惨不好解释。杨警官没好气的转身离开，留下烂摊子由陈警官处理。天丽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就被告知在外等候的妻子腹痛难忍，即将临盆。陈警官第一时间叫了救护车，将2人送往医院。妻子被推进了手术室，天丽则焦急地等在门外，一颗心悬在嗓子眼。不多时，一阵婴儿啼哭声传来，孩子平安降生。天丽询问妻子的情况，医生遗憾地表示，他的妻子在分娩时因为心脏衰弱没挺过来。天丽闻言如遭雷击，但留给他伤心的时间不多，孩子因为早产状况不是很好，需要长期住院，直到情况稳定。天丽回到公司，发生这样的事，老板自然不会再留用他。天丽表示理解，只要求对方将自己本月的薪水以及20多年的公积金返还。这个要求可以说是无可厚非，但资本家不吸血怎么会叫资本家？老板表示1分钱都不会给天丽，还埋怨他弄丢了自己的钱。天丽本就蒙受不白之冤，如今连血汗钱都要被抢走，他愤愤不平地表示，如果拿不到钱，自己就不会离开。下一刻便被2个大汉夹在中间丢了出去。回到家后，天丽郁郁寡欢地靠在桌边。晚上，天丽闯入雷有才的别墅，准备用暴力手段逼其还钱。他拿出一把小刀，还没靠近雷有才，就被他身边的保镖踹倒在地，一顿拳打脚踢。对方还嚣张地表示要以入室行凶罪控告天丽。雷有才身价几十亿，20万不过是9牛1毛，但他就是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将钱给天丽，可谓真正意义上的一毛不拔。不仅如此，雷有才甚至还要以入室伤人罪控告天丽。天丽苦苦哀求，他的孩子还躺在医院，如果自己被抓，孩子的下场无法预见。雷有才闻言没有谁生出分毫恻隐之心，坚持要将天丽送进监狱。天丽见无法挽回，便抢了把枪自保。退到门口时，雷有才的女儿雷芷兰推门而入，天丽见状便挟持芷兰喝退了雷有才一行人，最后成功逃出升天。雷有才很快便报了警，警察冲进天丽家却扑了个空。雷有才表示愿意拿200万做赏金，希望警察能早日找回女儿。杨警官拍着胸脯表示令千金的安全包在自己身上，采取的行动却是守在雷有才家等天丽打来电话，说完便拍拍屁股走人。另一边，天丽将芷兰绑到了一座小岛，小岛上有间破旧的屋子。芷兰不知道爸爸怎么得罪了天丽，天丽告诉她就是雷有才害得自己家破人亡，还侵吞了她辛苦存的20多万公积金。芷兰不愿相信，她反驳说爸爸给自己开个派对都不止20万，怎么会看上她这点钱？但事实就是如此。天丽恨恨地说他们父女都是一个样子，靠压榨员工过花钱如流水的日子。翌日，天丽给雷有才打去电话，要求他把自己应得的20万1分不少的拿出来。雷有才急忙答应，但要求先确认女儿的安全。天丽将电话递给芷兰，芷兰却手动给自己涨了身价，说天丽要1000万，否则就撕票。天丽夺过手机，气得跳脚。哎呀，有没有搞错呀？我什么时候说要1000万了？芷兰表示自己如果只值20万说出去怕被人笑话，再说1000万和20万都是勒索，不如多拿点，这样孩子的奶粉钱、念书钱都能一次性到位。翌日，天丽全副武装来到约定的交易地点，四处观察后混入游行队伍，成功拿走了赎金。不远处盯梢的警察迅速出动抓捕天丽。天丽凭借灵活的身手和绝不能被抓让孩子没爹的信念感，
几次三番都成功挣脱了警察的钳制，最后只剩陈警官穷追不舍。为了不放跑天丽，他不惜在人流稠密的地方朝着天丽开枪，结果却不小心打中了一旁的女学生。陈警官脑子一片空白，天丽则趁机逃走。等他回到家后，发现芷兰不知所踪，上楼寻找时遭到对方偷袭，被一脚踹下了楼。芷兰乘胜追击，展示了自己的拳脚功夫，天丽则假装晕倒，给了他逃跑机会。随后不紧不慢地追出门，芷兰正在跟没油的快艇置气，见天丽追来，索性一头扎进了水里，结果还没游出去多远，就小腿抽筋，大喊救命。天丽见状急忙跳下去救人，费了不少力气才将人拖上岸。两人回到小破屋，电视上正在播放天丽朝警方开枪，结果打中女学生的新闻。天丽觉得这个世界真的疯了，警察在众目睽睽之下打死无辜路人，最后居然还能嫁祸到自己头上。天丽念叨着上天不公，芷兰也哇哇大哭，认为爸爸为了1000万竟然不顾自己的安危报了警。另一边，雷有才正在媒体面前指责警察无能，一旁的示威队伍里突然冲出个亡命之徒，将其捅成重伤。这些的大老板手里脏事多得很，遭到报复也无可厚非。看到新闻的天丽十分舒心，甚至许愿救护车最后能堵在路上。芷兰十分担心，她希望天丽能放自己到医院看看爸爸。天丽起初恶声恶气的拒绝，后来还是出于好心将芷兰送出了岛。芷兰一路小跑来到医院，看到爸爸没事后，希望他能将钱还给天丽，还劝他少做点亏心事，免得再被人家报复。雷有才却认为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他没有那么多同情心分给那些穷人。芷兰不知道如何反驳，因为不管爸爸多坏，他都确确实实养育了自己。陈警官劝芷兰说出天丽的藏身之处，否则就以妨碍公务的罪名带走她。芷兰表示论有罪也是他这个枪杀女学生还嫁祸别人的警察有罪。陈警官哑然，芷兰则一溜烟跑出了医院。芷兰在街上看到一个乞讨的老婆婆，出于赎罪，她将身上的现金和手表、耳环都给了老婆婆，结果发现忘了留打车钱，想要拿几块当车费时，却被老婆婆一把按住，还倒打一耙说她从乞丐碗里抢钱。围观群众议论纷纷，芷兰百口莫辩，无意中发现了跟踪自己的陈警官，于是略施小计便甩掉了这个尾巴。之后成功和天丽会合。经历了这些事，芷兰觉得自己离开了爸爸的庇护就是一个废人，没有理想，没有目标，生活空虚，恨不得原地狗带。天丽觉得芷兰如果死都不怕，那能做的事就太多了，就比如路见不平拔刀相助。隔壁桌的女孩正被几个混混殴打，芷兰二话不说对着混混头子的脸左右开弓，混混头子一脚踹开了芷兰，天丽却不知何时站到了他身边，拿枪指着混混头子的后腰，让他送2个人肉沙包给芷兰。混混头子不得不从，最后芷兰将几个混混狠狠教训了一顿，收获了围观群众的掌声和喝彩。这也让芷兰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意义。与此同时，陈警官正带着人在医院守株待兔，他相信天丽不会不管自己的孩子，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天丽果然出现在医院。陈警官看到后迅速追了出去，结果却发现追上的是芷兰。另一边，天丽在宝宝堆里找自己的孩子，接着又和赶回的小警察扭打在一起。天丽的身手显然更胜一筹，很快便打晕了小警察。天丽抱着孩子跑了出来，此时陈警官正在和芷兰周旋，芷兰显然落了下风。天丽抬枪射中陈警官的腿，让他暂时失去了行动能力。陈警官劝他不要轻举妄动，杀警察是大罪。天丽质问他为什么杀了人要嫁祸给自己，陈警官却表示如果不是他自己怎么会错杀女学生。接着竟然越说越委屈，他这些年不知道抓了多少贼，受了多少伤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坏人放下屠刀就能被原谅，好人做一件错事就会被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，他觉得不公平。天丽觉得自己更委屈，他一个守法公民走到如今这一步，又该去埋怨谁？陈警官闭着眼等待天丽开枪，天丽最后却选择放过了他，毕竟两人都是社会制度下的牺牲品，这世界多一个警察总比多一个贼要好。事后，陈警官主动承认是自己开枪打了女学生，杨警官马上落井下石，将其逮捕等候起诉。另一边，天丽和芷兰都对养孩子没什么经验，两人只能到育婴所学习技术。之后，天丽又带着宝宝和芷兰来到西餐厅，芷兰如今没了金靠山，两人都有些捉襟见肘，于是便在西餐厅点了2份扬州炒饭。隔壁桌的2个黑帮大哥正旁若无人的分赃款，毕竟捉贼讲究的是人赃并获，他们就算再大声警察抓人也得讲证据。天丽和芷兰的心思活络起来，两人决定来个黑吃黑改善一下生活，结果意外收获了满级大佬送的新手礼包，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打劫成功。打劫起码要有大家伙嘛！别乱来啊，兄弟，你怎么出来捞的？拖儿带女的，那咱家送你的。回到小破屋，天丽打算从今往后认认真真当个劫富济贫的贼，芷兰十分支持，两人一拍即合，在镜头前宣誓要做有理想有目标的贼，并在当晚成功合体，有了夫妻之实。之后，夫妻俩一边练枪法，一边实践检验技术，主打的就是一个劫富济贫、除暴安良，并因此成了道上赫赫有名的雌雄大盗。生活有了起色后，天丽在杂志上雷有才的见证下，正式和芷兰结为了夫妻。不久后，两人在新闻里看到芷兰的叔叔林德成申请破产，接着又利用法律漏洞逃过了用私人财产对员工做出赔偿。法庭宣判结束后，员工不满情绪高涨，
林德成面对媒体的采访，轻蔑地将他们评价为没文化的人渣，下一秒就被天力和芷兰挟持，两人要在员工和媒体面前对林德成进行审判，只要他不说实话就挨一枪子。妇人被挟持，警察来得飞快，为首的杨警官得意洋洋，放出狠话要将天力和芷兰一网打尽。讨薪的员工们纷纷站在了两人身后，天力表示十分感谢街坊们的支持，但警察的子弹不长眼睛，为免误伤大家，站远一点观看就行。天力让杨警官用自己来换林德成，杨警官迫于媒体的压力只能照做。天力当众揭了杨警官的老底，他在英国只是个洗菜的，到了香港反而成了人上人，对下滥用职权欺压小市民，对上中饱私囊拍富人的马屁，简直将小人2个字贯彻的淋漓尽致，将杨警官的罪行公之于众后，夫妻俩趁乱跑路逃回了小破屋。不久后，警察出动大批人马围住了小岛，夫妻2人早就料到了这一天，他们2个人打出了一个团的火力，警察中混子占比很大，很快就溃不成军。杨警官马上呼叫了增援，一起来的还有雷有才，他希望杨警官能放过自己的女儿，为此可以付出任何代价。丢了面子的杨警官却坚持要将2人赶尽杀绝。这时一艘小船飘了过来，天力和芷兰不惧怕死亡，但宝宝却是无辜的，两人将宝宝交给了雷有才，希望他能将其抚养成人。警方的支援赶到，他们火力强劲，将小破屋射成了筛子，屋里的天力和芷兰自然没能幸免。增援撤退后，杨警官上岸检查，看到2人的尸体后不满他们死了还这么恩爱，于是便抬脚将2人分开，这一下却直接拉开了天力握着的手雷，一声爆炸传来，杨警官也化为了一缕孤魂。